乐路上挫折不断，坐过监狱，流浪过异乡。他说自己是音乐路上的苦行僧。我感觉可能是一种天赋还是怎么回事？这音乐好像在我生命中离不开这个。音乐是我的电和生命，这个啊，我就是想玩音乐就是玩运啊。从畏惧婚姻到结婚生子，50多岁的他1年内实现了人生3大跨越。爱女出生，唐氏综合症的医学诊断，他反而更把女儿当成了宝。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他又需要圆怎样的梦？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柳州赖12驻唱的这家酒吧。让我惊讶的是，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和资料上写着的57岁的老人并不相符。虽然他脸上有着很明显的岁月的痕迹，但是我觉得他在弹吉他的时候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激情和活力，是很多年轻人都无法比拟的。赖12的本名叫赖建华，是40多年来活跃在。是为我的女儿才6岁和家庭送份厚爱的礼物给他们。赖12想开演唱会，是为了告诉女儿自己对她的爱，告诉女儿生命的美好和坚持的意义。赖12的女儿今年6岁，相比同龄孩子，她的智力发育略显落后，语言表达也不是很清晰。但是赖12不大在乎。我很高兴，真的啊！他们说什么我不信，我感觉我的悟性可以传在我孩子身上。无论多忙，无论多累，赖12每天都会到幼儿园接送女儿，回到家之后也会为女儿准备饭菜，然后再去酒吧演出。女儿是这个57岁音乐浪子心中最柔软的牵挂。就像个竹子香，我要把它是个杯子，我要把它放在中间去，要保护它，不能放在旁边。我要把它挪进去，不管它什么都是我的孩子啊。反正我的感觉，我看不了孩子那一天，但是我要找钱给他度过他的晚辈，度过他的这一世，规定的。演唱会的举办对于赖12来说意义是巨大的，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最深沉的爱。我希望他也要到他自己相信自己啊，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。他老爸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也是基因不会罢了。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赖12为女儿准备这份礼物，我们召集了几位常年支持赖12的朋友，作为本期帮扶任务的爱心智囊团，尽全力帮助我们这位草根歌手。几乎是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之下，怎么样帮他把这场演唱会给搞起来？12它毕竟是草根，舞厅和酒吧可以说是12音乐延续的一个阵地。草根你如果离开了它当初生长的这一片土地的话，草根就不叫草根了。我觉得我们赖哥在柳州街头唱了40多年了，我觉得在柳州文化艺术中心可能比较合适吧。我觉得呢，他应该还要，我觉得还比刚才呢。艺术中心还要好的地方给他。那你看啊，你办大你牵扯的很多东西，费用。12它本身它现在没有工作，对不对？老婆也没工作，孩子其实我觉得是12当中心中很痛的一个朋友。如果再有那种舞厅做，它花费不多，
然后我们可以把募捐的很多的一部分钱，减少我们开支的钱给了12。这种形式可能还是有限。如果是能在这个，比如说在艺术中心这舞台有3000多座位，然后这个首先观众我们就可以保证了，经费可能会更加理想。讨论进行了很长时间，智囊团成员都坚持己见，最终也没能达成共识。前一天的讨论会没有取得进展，我们的帮扶小组决定先行跟当地一些有承办能力的机构进行接洽，看看能不能寻找到一些帮助。请坐。有种情况是这个样子的，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。您说。咱们柳州本地有一个草根歌手叫赖12，非常想办一场大型一点的演唱会，做一个礼物来送给他女儿，就是想你能帮帮我们。既然做公司的嘛，我觉得他又不是崔健，如果是崔健就肯定没问题了。做一个这个大型的晚会啊，我们公司这个预算一般做一个晚会，我想最少得20来万。不赚钱可以，对，但是你让公司现在拿出一笔钱帮他垫资，可能就比较困难，好吧？行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好。紧接着，我们又抱着希望来到了第2家公司。柳州呢有一个草根歌手，名字叫做赖12，他有一个女儿，今年才6岁，不是特别的健康，所以他想办一场演唱会，当做送给他自己女儿的一个礼物。我个人呢，从个人角度来讲是很支持这个事情的，我希望这演唱会能办好。但是说这个公司角度来讲是吧？你要知道年底了，要发这个年终奖啊，要处理很多的这些账务啊，这些现在真的是不好办，真不好办。出于对成本和档期等问题的考虑，之后我们接洽的几家公司都委婉地拒绝了我们的请求。2天过去了，我们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。桀骜不驯，不谈情爱，这是他曾经的标签。喜结姻缘，老来得女，无奈命运多坎坷。广西卫视《让爱住我家》帮扶行动之为爱而歌。为了加快进度，我们再次的召集了帮扶智囊团进行开会讨论，重新定位我们的帮扶计划。是爱心，因为现在爱心满天下都是，商家他必定需要他一个回报，这个是无可厚非的。就咱们怎么去能想办法把咱这个筹码加大？也考量到这个情况，我打电话给领导，他们说可以给商家的回报。我觉得这个。哎，你这个说我想起来，咱俩这样，就他这台晚会，咱俩联袂给他主持这个，应该还是。哎呀。那点你还是打算选的还是艺术中心？艺术中心。确定好与演出承办商商谈的条件之后，郭琛决定带着我们去和他的朋友的公司谈一谈。哎，王成哥，哎，你好，来，给你再介绍2个朋友。你好，美女不在。你好。来，对了，坐。好。来。哎呀，我们呢，了解到，赖12哥的这个情况，我们想呢，帮他完成一个梦想。希望给女儿传递一个信息，就是，不管生活怎么样，我们都去坚持。我们公司的权利。公司负责人郭广山听了赖12的故事，非常感动，当即决定做这场演唱会的承办商。他同时提出，希望赖12与他一起去和赞助商沟通，并且用自己的故事打动赞助商。赞助商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做过。我是想能够低头，想能够低头，我是想为我的女儿搞成经济啊。但是你要我就像朋友们这样的话，我还没试下这个脸，还没想。试不下来。这个不是，我觉得跟施舍是2回事儿。甚至你可能去的这个单位这个老板，可能就原来听过你的歌。对呀。不要有什么畏难情节。当然，现在社会就是跟这个，我们做好这个事情。由于赖12的直接拒绝，讨论会不欢而散。赖12的妻子告诉我们，其实赖12自尊心非常强，2个姐姐生意做得挺大，但是赖12却从来没有向兄弟姐妹开过口。
我不是残疾人啊，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啊，他们有是他们的啊。赖十二告诉我们，女儿的病让她面临了非常大的生活压力，可是她唯一的谋生技能只有唱歌，唯一能向女儿表达父爱的方式也只有唱歌。但让她为了开演唱会去跟赞助商哭诉自己的生活，她不愿意。帮赖十二联系演唱会的事情进行的不是特别的顺利，而这个时候赖十二又隐隐约约透露出他想要放弃的意思。他很彷徨，他还在观察着整个局势。他想放弃，我想是因为他还在跟自己的自尊心做着决斗，而他的彷徨，应该是这位年近花甲的父亲对于女儿，对于亲情，颇有一些无奈的坚持。妻子为赖十二的责任心感叹的同时，也对他倔强的脾气无可奈何。为了能够完成赖十二送给女儿的这份礼物，赖十二的妻子答应跟我们去与投资商见面。叶某，吴经理，聊聊那个十二哥演唱会。那这次我们一行人来柳州，就是为了帮赖十二哥想办一场演唱会，想送个礼物给我女儿。他本人也爱面子，不好意思来，我替他来。请你帮一下忙。赖十二妻子朴实恳切的语言，再加上我们先前商量好的一系列宣传回报方案，终于让琴行决定了对赖十二演唱会的投资，答应在稍晚些时候与承办公司接洽。资金有了保证，终于让大家悬着的心放下来。谢谢吴经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的，太感谢了，谢谢。好的，好的。当赖十二要为女儿举办演唱会的这个消息传开之后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他的很多老友也参与到了演唱会的筹备中来。赖十二为爱而歌这个事情，引起了整个市民啊，整个歌迷当中引起了一些反响。像原来的乐手，很多人就是义务的来帮忙，没有想象到的。很多粉丝也是借这个机会跟赖十二在一起享受这个音乐，还有享受这爱的传播。赖十二的乐队由他的朋友组成，可排练刚刚开始，问题就出现了。少了10盆，数1、2、3。当时就担心他什么情况呢？他平时这种方面他是比较就是很随意的一种演唱，他的音乐的感觉他一发挥出去就像野马一样拉出去回不来。很久没和乐队配合过，这第一次配合的时间太短暂了，压力比较大。离演出时间还有2天，赖十二与乐队的配合极不和谐，这让赖十二很焦虑。平时你是7、8首你唱到哪转呢？唱那种节奏10分8分统一正了，好吧？再来吃。2个世纪那个地方了。你改个头顶。2个世纪啊。彩排练习的场地也从文化公司的办公室搬到了真正演出的舞台上。赖十二不苟言笑，每一个音符都排练得异常认真。我非常的紧张，怕状态不太好，辜负我女儿的这份礼物。彩排间隙，赖十二会拉着女儿台上台下的玩耍，排练的疲劳在此时也似乎一扫而空。
以前赖十二为了梦想而歌唱，而现在女儿是他最大的前进动力。除了音乐，他基本上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女儿身上。想啊，真的想，爸爸要伺候你一辈子了啊！你是爸的小生命啊，知道吗？一天累了，就是晚上呢，大家聚一聚，放松一下，吃个夜宵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不能陪你们去吃夜宵啊，因为呢，我还要去买个小蛋糕带回去给我的女儿。我希望把这个时间留给我跟我的女儿聚。我女儿可能是我的记忆呢，悟性特别好玩手机啊，听音乐啊，好像是她的专行一样，她1-2次她都会了啊。我比较喜爱她。”非常爱他。随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，赖十二慢慢发现了女儿的音乐天赋。从那时起，赖十二每天都会为女儿播放音乐，陪她跳舞，弹琴给她听，还特地的为女儿买了一个小话筒。你想办法没有了？还有哪一边的？谢谢。虽然我的女儿有些缺陷。但是我第一次弹琴的时候，她的反应非常好。我是想让我的女儿能够健康、快乐的成长下去。演唱会很快就要开始了，赖十二很紧张这一场演唱会，一会儿看看女儿化妆的情况，一会儿到门口进去朋友。今晚，女儿将和他一同登台演出。我可能很紧张啊，我担心我的女儿啊。我不要紧，她有一种贴着浪漫的心情，不要紧啊。不管情况怎么样，今天晚上我的亮点是为我的女儿歌唱。演唱会在一首《宝贝》中拉开序幕。这首歌献给我的女儿，非常。紧接着，女儿登上舞台，与赖十二共同演绎了一首《我相信》。赖十二说，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，女儿都会随着歌声一同起舞。他选择这首歌，就是想要告诉女儿，相信自己，相信爱，用一颗勇敢的心去面对未来的生活。我永远爱我的女儿，哪怕100年以后，我的灵魂也要抓住她，让她快长快大健康，没有什么病痛，让人自立的可以了啊。她是个坚强的女儿，勇敢的活下去，这个没什么。曾经抱着吉他的赖十二，他的眼里只有音乐。母亲的离世让他明白了家的意义，妻子的出现让他扛起了一份沉甸甸但却幸福无比的责任。而在他51岁迎来自己女儿的时候，他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柔软的幸福。赖十二说，在过去，音乐是他的生命，而现在女儿是他的第2生命。他将用包裹着爱的音乐呵护女儿一路成长。